美国削减 F-35订货量，空军又抱怨预警机太过时 ，F-117干脆又变身成了中国空军。那么美国空军是忙什么？是开始紧急考虑更新换代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前一段时间美军对 F-35的评价呢还是蛮高的，认为呢在作战体系中 F-35能够扮演重要的火力节点，还有信息节点。拜登政府也把 F-35作为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以及美国和盟友关系的粘合剂。但是根据最近的一个评估明年 F-35的空军订单将会被砍掉1/3，海军陆战队呢要减少25%的采购量，而海军就把海军用的 F-35C 的购买量砍掉了一半。原计划是2023年要买94架，有可能就要砍掉33架，一下削减了35%。当然了，也不是没法消化这些产能，美军不买，别人可以买吗？美国说 F-35是民主国家武器，其他国家就可以采购了。德国不是决定购买了吗？欧洲国家也应该在扩军的时候增加一些储备量，这是要对付俄罗斯的。美国这么做可不是为了勒紧裤腰带优先供应盟友，因为美国宣布的计划是撤资之后再重新投资，把资金用在一个重大变革上。至于这个重大变革到底是什么，是6代机还是别的什么，没有公布。也许呢就是提前要减少 F-35的数量，给新的飞机或者别的东西留好位置，说明美国认识到面对中国 F-35很可能是优势不明显，不太够用。另一个消息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空军司令肯尼斯近来就抱怨说美国的预警机性能不好，现在的主力 E-3预警机面对解放军的隐身飞机发现距离不够。因为隐身飞机在空战中确实有猎杀对方预警机、加油机这些重要的任务。这次东海上空，美军对我们空警500发现 F-35印象深刻。而如果自己的 E-3发现不了歼20，让歼20可以逼近到用霹雳15向预警机开火的距离，那么战场上恐怕就只有一方的预警体系能存活了。所以肯尼斯呼吁赶紧采购新的 E-7预警机，把 E-3逐步的替换掉。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是肯尼斯向国会要钱的理由，但是 E-3的雷达和中国空军空警500的雷达不是同一个时代的，这是铁定的事实。另一个消息就是早就退役的 F-117A 隐身攻击机最近又出来了，而且还挺忙。这些飞机现在正在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个中队进行联合训练，而 F-117的任务就是在训练中利用其隐身性能扮演中国的歼20、歼31，甚至是模拟巡航导弹。当然这是美方宣称的，他们用了歼31这个代号。那么 F-35B 的飞行员呢，就要熟悉如何应对中国的低可探测飞行目标，说明美国认为中国隐身战机的隐身性能基本上能够跟 F-17A 相当。别忘了 F-17A 之所以被淘汰，不是因为隐身能力差，而恰恰是因为为了照顾隐身能力，别的性能真的不够好。用它扮演歼20练的内容也正好是远距离空战，而不是近距离格斗，要考验一下美国的空战体系能不能在远距离上发现歼20。所以不难看出，美国已经打算对空军的作战体系进行一个整体升级，而且是有紧迫感了。一直觉得自己能够领先对手带的美国空军，现在差不多被人追上了。二战之后，美国还真没有这么尴尬过。在冷战期间呢，美国和苏联在空军领域的军备竞赛倒是曾经非常紧张过，但是我想现在美国面对中国的追赶可能比当年更紧张，因为当年不管苏联如何追赶，同代飞机诞生始终比美国要晚一些。比如苏27服役比 F-15晚10年，气动设计虽然可以跟美国媲美，但是从3代机开始，电子设备、导弹方面就落后太多，而后者恰恰是苏联没有发展好。现在也看出来了，电子设备、导弹是空战中的最关键因素，而中国呢是直接在隐身性能、导弹性能、雷达、数据链这些关键方向下手，也是看到了美国的经验和苏联的教训，选准了最应该先点亮的科技树，所以能帮我们做出正确选择，美国和苏联这2位真是劳苦功高。美国现在呢想升级换代，我们肯定也不会闲着。军备竞赛就军备竞赛，这种事儿不是喊几句反对军备竞赛口号就能躲得过去的。所以下边的事儿就是看谁更勤奋，谁能创新，
谁能让新技术更早形成产品、形成战斗力，并且衍生出一系列民用技术和产品，再通过军民融合形式形成更好的军事技术发展土壤，而且还能够连续滚动创造财富。如果中国也能走好这条路的话，我们还得对美国说一声谢谢，这是你们自己教我们的。好，面对中国空军的奋力追赶，为什么美国感到如此紧张？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